大家好，我是小白，今天为大家解说的是炸裂狗血日剧《东京塔》，讲述的是帅气男大一见钟情比自己大了24岁的欧巴桑，万万没想到，那女人居然是妈妈的闺蜜。小透24岁的医学院学生，他和朋友根二在写字楼兼职做保安。根二的爱好就是找小透聊天，讨论美女种种。他最近注意到对面公司有个超级美女，一边说一边激动地拿出手机。世界著名的建筑师，叫钱也是屎，这人好像在哪儿见过。我懂，挺漂亮的，再年轻些就好了。下夜班后，小透带着疲惫回家，路上注意到一个女人蹲着不断按喇叭，他好心问需不需要帮助。怎么了？是那个女人。小透意外这样遇到钱野，钱野说车底有猫不愿走。小透一听就趴地上，帮忙把猫咪抱出来。钱野看着小透脸上的污渍，忍不住笑出声来。他很抱歉让小透弄脏衣服，但小透完全不放在心上，反正他夜班刚下班，正准备回去换衣服，要是方便来我们公司洗个澡怎么样？就在隔壁。他们俩来到了钱野的公司，小透去洗澡，钱野也细心地把他衣服送去干洗了。小透跟钱野说他在前面的大楼里兼职，那里晚上是不是很无聊？钱野说那幢楼其实是他设计的第一个作品，而且没什么缺点，所以他感觉挺无趣的。他边说边看着挂墙上的东京塔海报，大家都喜欢东京塔，但他却觉得东京塔有点孤单。听到这话，小透惊讶得不得了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我从小就有这感觉。他没想到钱野跟他有一样的看法，对东京塔有相同的感触。这种同频对孤单的少年有着一种致命的吸引力，致命的魅力让小透无法自拔地爱上了钱野。分别时，钱野让小透第二天来拿衣服，这让小透想到能再见到钱野，欣喜不已，嘴角情不自禁的微笑。可是第二天小透去找时，却听说钱野突然出差了。小透感到很失望，但想见钱野的心愈加迫切，于是他每天都经过钱野的公司，希望偶遇对方。某日钱野终于见到了他，他被钱野带到了咖啡厅。小透假装刚好路过这里，钱野轻声笑道：真巧啊。他随即递给小透一份小礼物。小透没料到会收到钱野的礼物，才见过一面就送礼，似乎早料到我会再来。钱野其实早已洞悉小透的心思，钱野的魅力再次吸引了小透，想多了解你。钱野没回小透突然的表白，只是约了明天见。小透回到家后，情不自禁地告诉根二明天要和钱野约会的事。根二听后大吃一惊，因为以前的小透对女孩子从不感冒。小透解释说钱野与众不同，他身上看不出一点做作，反而有成熟女性的强大气场。接下来呢，想用年轻魅力诱惑成熟御姐，小透一时间无言以对，他自己也摸不清有什么能吸引钱野。第二天，小透按约见到钱野，两人都没提昨天的告白。在同一时刻，根二刚好在给学生家教，他看着学生妈妈一起小透迷恋钱野的样子，不由得好奇起来。他从未与大他许多的女性交往，成熟的女性真有那般魅力吗？当小透和钱野离开餐厅，步入东京的黄昏，小透主动询问能否再见钱野，钱野却淡然回答不用再见了。为何？我有丈夫。小透当场愣住了，钱野则平静地告别，他什么都明白，甚至料到了我可能会逃避。小透忽然决定冒险，俩人迅速陷入爱河，秘密交往。经历了初次的亲密后，钱野跟小透定下了3个规则：小透不许打电话给他，更不能上门找他，只有钱野主动联系他们才能见面。但1星期过去了，小透始终没有等到钱野的电话，他感觉自己像是只等主人的小狗，每分每秒都难以忍受。终于电话铃响了，结果是他的朋友根二打来的。根二很好奇小透和钱野现在怎么样了，小透不想回答根二，直接挂掉了电话。根二的好奇心更重了，和年长女性谈恋爱感觉会怎样呢？其实根二已经有女朋友了，尤莉虽然可爱，但上了船就显得很普通，所以他想尝试和年长女性交往。于是他将注意力转向了他学生的妈妈喜美。喜美是个忙于家务的全职太太，他没意识到根二故意还是无意的在勾引他。根二其实正等待机会向他表白。几天后，小透还是没有等到钱野的电话。那天他陪妈妈去了一个摄影展，正当他感到无聊时，突然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：这是我儿子小透。你的儿子啊？没想到钱野居然是妈妈的老友，俩人认识有15年了，还假装初次见面那样尴尬的互相问候。钱野很快就调整了情绪，找了个理由走了，留下的小透不由得想到，
如果妈妈知道了他和钱野的事，不知他会怎么想。第二天，钱野终于主动约见面了，但他见面是为了向小透提出分手，因为他们之间还有另一种关系，分手对双方都是好的。小透明白钱野的决定无法改变，但他还是卑微的恳求钱野可以考虑下他的主意。钱野只是笑笑不回答。伤心的小透只能找根二倾诉，他竟然是你妈的朋友，太夸张了。话说钱野小姐是已婚的对吧？那你和他不就是搞婚外情吗？小透的爸爸正是因为婚外情扔下了他和他妈妈，他一直很反感婚外情这回事，现在自己反倒成了主角，趁年轻赶紧撤吧，别被人占便宜。根二表面上劝小透分手，却转头跟喜美搅和了。你这是干嘛呢？人家想尝试下和成熟女性的恋情吗？上次他家教的时候，喜美不慎打碎杯子割伤了手，根二在帮喜美包伤口时向他发出了暗示，勾引人妻肯定很容易。他对喜美并无深情，只是想尝试与年长者的恋情。关键时刻，喜美的女儿回了家，两人赶紧散开。喜美紧张地退到厨房稳情绪，根二看穿了喜美的心思，波涛汹涌之后，第二天根二特意去找喜美，这次他直截了当，这次喜美也没有拒绝根二。小透非常鄙视根二的不道德诱惑，尽管小透和钱野的关系也不光彩，但小透至少是真心喜欢钱野的。小透再也受不了相思的煎熬，于是开始连环不停地给钱野打电话，但电话打了整整一天，钱野一个电话都没接。没办法，小透只好直接跑去钱野的公司。恰逢钱野准备下班，小透提出想讨论分手的事，但钱野说已和丈夫约了吃饭。我一直想着你，我喜欢你，不是因为年龄，可能会后悔。小透说就算后悔，也不愿抑制对钱野的情感。小透的全心投入感动了钱野，大学男生爱上了他妈妈的好友，两人相差26岁却开始了蜜恋。但是比小透大26岁的钱野已婚，这让小透极度嫉妒。她羡慕钱野的丈夫能随时和钱野待在一起，也羡慕钱野身上总带着丈夫送的耳环和包包。为了感觉到自己的重要性，小透告诉同学钱野是他女朋友。根二对此感到震惊且不解，毕竟钱野是著名的建筑设计师，而且大家都知道他已婚。小透表示他不介意这些，他强调自己对钱野很认真。随后小透反问根二，他对那位学生家长怎么看？根二解释他跟喜美的关系只是对年长女性的一点好奇而已，而喜美和他在一起仅仅是为了打发时间，他们俩互利互惠，感情并不真挚。两人谈话时，被暗恋小透的同班同学高木撞见，高木对他们的话题很感兴趣。你们刚才聊啥呢？有些话不能对女生说。小透发现钱野赢了设计奖，课后他想买礼物庆祝钱野，记得钱野常戴老公送的耳环，一直嫉妒的小透也送了钱野一对铜牌耳环，希望他有天能戴上。他买完礼物回家，妈妈告诉他钱野邀请了他们母子一起去庆祝派对。想到能见钱野，小透挺高兴的，但妈妈又问了一遍，听说你和钱野约会了，据说是在摄影展后遇到的你们。接着他们去喝茶了，小透松了口气，庆幸钱野没把他们真正的关系告诉妈妈。见到钱野，小透问他为啥要把见面的事透露给妈妈，感觉在隐瞒什么？挺讨厌的吧，至少得让杨子知道我们见面的事情。小透送了礼物给钱野，钱野收到这对玫瑰花耳环，超开心的。第二天是钱野的聚会，小透跟妈妈一起到了现场，他远远的就瞧见了美丽的钱野，但令他沮丧的是，钱野没带他送的耳环。正当他心情低落，钱野的丈夫忽然来了，他也知晓钱野见了小透，但他只是认为小透是个向钱野诉苦的孩子，我们不是聊天公爵。小透因此更沮丧，他在前台点了杯伏特加。这时钱野也来点了同样的酒，小透察觉到钱野的暗示，跟了过去，两人找了个无人的角落藏身。小透伤心钱野没带他送的耳环，钱野丈夫的言论让他感到被轻视，他觉得钱野难以捉摸。我最爱的是和你在一起的那个自己。小透终于感到些许安慰，但一离开角落，钱野就回到了丈夫身边，再无回头看小透一眼。小透伤心地提前离开了会场。每周四本是他们定期见面的日子，但小透等在电话旁，钱野却没有打来。晚上根二和高木邀小透一起吃饭，根二明白高木对小透有意，一直试图撮合他们，但小透刚坐下就接到了钱野的电话，他立刻放下根二和高木去找钱野。小透和钱野在音乐厅相遇，一看到钱野戴的是自己赠的耳环，小透特别开心，他知道今晚能独享钱野的陪伴。两人手牵手静听动人的钢琴曲。音乐会一结束，他
他们依旧大大方方，手拉手走在街上。这一刻，小透感受到了与前野的连结。多希望时间能慢些走。在对面，高木发现刚才小透手机上显示的来电是前野，他追问下，根二坦白小透提到的女友是前野，他其实已婚了，恋爱本是自由的，这样不太好吧？时间已是深夜，前野收到了老公的电话，他来接我了。前野没打算今晚陪小透，小透只能眼睁睁看前野跟丈夫走了。刚才和前野的时光，仿佛失去魔力，被黑暗彻底吞没。小透看着东京塔，忍不住掉下苦涩的泪。是为那女人哭的吗？女孩某天回到家中，发现老师和妈妈在做不可描述之事。比奈见状，掏出手机录视频。家教根二出门时，他拦住了他，然后一言不发地拿出视频给他看。根二当场愣住了，反应过来想要解释。比奈生气地说他暂时不告诉妈妈，但告诉根二如果想让他删视频，就得和他交往。根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，第二天急忙去找好友小透讨论。小透也没什么好主意，自己也是同样的状况，因为他和前野的秘密恋情被同班的高木发现了。不止这些，因为忙于和前野谈情说爱，他的论文作业一字未动，教授要求他下周6前必须交上作业。高木抓住机会想问他要不要借他的笔记，小透不太想跟高木来往，冷淡地拒绝了他的好意。几天后，在东京的夕阳下，小透一个字也没写，他满脑子都在等前野的电话。终于等到了，前野约他周5共进晚餐，但前野的丈夫也会参加，只为见前野，小透只好同意。转眼已是周5，三人同桌用餐，气氛格外奇怪。前野和她丈夫谈笑风生，而小透则感觉格外尴尬。她郁闷地看他们秀恩爱，一言不发。饭局一结束，小透拿出钞票想要 AA， 前野笑说是他邀请的，这餐费就由他们承担。说完，她挽着老公就走了。小透心里挺难受，这顿饭让她很不愉快。次日，她去找根二吐槽，根二之说自己也差不多。她原本以为自己与喜美之间仅仅是互相利用的肉体关系，但上次喜美突然向复原交费，一般递给她一张钞票，那一刻她感到深深的伤害。她感觉自己真的喜欢上喜美了，因此根二心神不宁。作业截止日快到了，小透还是没头绪。这时高木又主动借笔记给小透，小透硬是不肯接受帮助，显得很倔强。高木警告说如果不交作业，小透恐怕毕不了业。最后小透勉强接过高木的笔记，终于在最后关头，小透交上了作业。作为感谢，他打算请高木吃饭，但高木不想吃饭，而是建议一起去爬东京塔。两人一直走到塔顶，花了很长时间。到达顶部看到夜景时，仿佛所有烦恼都烟消云散。高木其实知道今天是小透的生日，所以才选择将东京塔夜景作为礼物。小透既惊讶又感动，对于高木所做的一切，内心充满疑问，这一切都是因为喜欢你啊。还有，高木想给小透另一个惊喜，说完便拉着小透去了酒店。那件事，让我帮你忘记他吧。恋爱本该带来更多快乐，而不是让你这么痛苦。小透答应尝试，想要去喜欢一个同龄的人。如果他能和高木在一起，就不必再为前野感到痛苦。但他最终还是没能成功，他做不到违心，也无法接受除前野外的其他女性。第二天，他又去找根二诉苦，根二觉得自己也不怎么样。昨晚跟女友游历约会期间，喜美突然打电话要他去她家，说她丈夫不在家，可以独处一晚。根二犹豫不决，最后还是以尊重女友为由拒绝了喜美。喜美一气之下挂了电话。其实根二担心自己越陷越深，所以才不敢见喜美。两人沉默，话题就此结束。他们都明白外遇不对，但却难以自拔，苦不堪言。课后，尤利突然找到小透，想问小透根二最近在忙啥，因为他跟根二约会变少，根二约会时还总躲着接电话。小透清楚根二其实是去见喜美，但他对尤利谎称根二在打工，只为给两人的未来添砖加瓦。尤利听后深受感动，相信了这一切，但他也意识到自己对根二了解不够，于是让小透带他去深入了解根二。小透心里突然觉得很愧疚，因为尤利真的很喜欢根二，而根二却在外面有了婚外情，小透也成了帮助根二撒谎的共犯。不止这些，此刻根二正在喜美家，为昨晚拒绝他而道歉。小透和尤利分手后，终于等到前野的来电，久别重逢，两人手牵手，默契地走进了酒店，关掉手机，沉浸在属于他们的小世界里。然而，当前野的老公到公司来接她时，却被前野的同事告知，
钱野和一个男大学生出去了，老公猜是小透，打电话过去发现钱野关机了。根二和喜美一直待在家，直到晚上，两人沉浸其中时，正是视频开头发生的场景。比查回家后当妈妈面装作没事，但进卫生间便气得咬牙，绝不原谅。根二无法接受比奈的要求，也不知如何面对喜美，他只好决心暂时不见喜美。他以为事情能就此平息，然而比奈却时时刻刻逼他做决定，哪怕根二和尤利见面，他还是不由自主地冒出来。根二担心尤利发现他和喜美的事，于是把比奈拽到角落求饶，并发誓不再见喜美。他还让比奈删掉视频，但比奈看他保护喜美，只觉得更生气。最后他提了个更夸张的条件，跟我上船吧，那我就当什么都没发生。你既然能跟我妈妈做爱，那我也行吧。根二吓得呆在了原地，他没想到会变成这个样子。在回家途中，喜美突然出现拦在他面前，因为联系不到根二，他只好亲自找他。他真想帮根二做点什么，但根二不愿透露视频的事，于是无情地把他赶走了。根二回家后急得团团转，面对难题不知如何是好。这时比奈突然从床上蹦出，吓得根二慌忙道歉，但比奈表示不需要道歉，拿出配好的钥匙，兴奋地说今后可以自由进出根两家。根二吓得手足无措，只好急忙叫小透来帮忙。比奈却在根两家安然睡大觉，聊了半天也没想出个办法。现在根二只好任比奈摆布，可能这就是婚外情的后果。小透情不自禁地想到了自己和钱野，他们也许终将面临不幸。根二因为比奈而不敢回家，他请小透帮忙去探探家里的情形。果不其然，比奈又去了根两家。小透想了想，向比奈下跪了，他能懂得比奈的感受，他愿意代替根二给比奈道歉，希望比奈可以原谅根二，别再让根二受苦，因为这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。但比奈回答他根本无意解决问题，他说不是不能原谅根二，不能原谅的是他妈妈，他想报复的也是他妈妈。小透向根二转达了比奈的话，根二因此更加自责和痛苦，他宁愿比奈恨的人是他，宁愿承受比奈的折磨，也不愿意比奈恨的人是喜美。这一刻他意识到自己已深深爱上喜美，为了避免喜美受更多伤害，他决定坦白一切给喜美，结束这一切。然而当他打开家门，几乎被眼前的情景吓死。比奈、尤利和喜美三人都来了，不知道这场大混战怎么解决。根二的女友尤利还蒙在鼓里，她不认识喜美和比查，喜美也搞不清比奈的目的。根二一言不发坐在中间，你在开玩笑吗？在这情况下还藏着掖着，这会给别人添麻烦，我们还是走吧。别闹了，我有证据呢。比奈摆脱喜美走了，一拿出手机就放了喜美和根二的视频。看到根二想抢手机，尤利慌了，急问到底怎么回事。这俩人呢，搞起了婚外恋，我可是亲眼所见，就在我家沙发上的勾当。尤利当场傻了，他大声追问根二，根二紧咬牙关，一言不发，不说就是默认。你跟我男友有一腿吗？尤利气愤站起来，狠狠给喜美一巴掌。根二看不下去，心疼喜美，他赶紧上前阻止尤利。尤利彻底情绪失控，他不断对喜美狂轰滥炸，真恶心，真恶心！大妈，你究竟搞了啥呀？根二立刻站出来对尤利说，不要怪喜美，要怪就怪他，因为是他先引诱了喜美。尤利听到根二这么替喜美辩护，心情更是崩溃，他向喜美扔东西，大喊让喜美把根二还给他。这里插个小吐槽，错的明明是男人，要发火也该找男的算账，为什么总是怪喜美呢？小透也赶到了，看到这一幕，他意识到尤利已经知道了根二的事，急忙前去安慰尤利，但尤利更加失控，因为小透显然早知根二的事，还无所谓的给他撒谎。全世界都知道根二爱上老阿姨，只有他这个女朋友被瞒在黑暗中，你们都是人渣。小透和根二沉默不语，他们真的伤了尤利的心。比奈和喜美也很难过，比奈认为一切都是妈妈的错，妈妈，你不是有爸爸和我吗？为什么要那么冷酷的背叛我们，做出这种过分的事情？我是绝对不会原谅你的。尤利没法冷静，一把抓起桌上的水杯，朝喜美猛地扔了过去。尤利发泄完毕，第一个离开了根二家。比奈放下狠话，说要把一切告诉爸爸，然后怒气冲冲地走了。喜美紧随其后追了出去，要是没遇见你该多好。战斗结束后，根二坐在地上懊悔不已，都是自己太贪心，害了3个人，最后连爱情也没了。根二正为恋情烦恼的食不甘味时，小透却兴奋地和钱野计划2人世界。
钱野和她丈夫在外地有座别墅，她以休假为借口，偷偷约小透去别墅。他们在别墅内阅读、品红酒。小透觉得世界只剩他们俩，这场难得的独处让两人激动得难以入眠。可是到了半夜，突然外头传来车声，钱野发现老公竟然回来了，她急忙让小透藏进浴室。她换好衣服下楼去迎接丈夫。丈夫说临时取消了公差，所以没提前告知就来了。安顿好丈夫后，钱野偷偷让小透从后门溜走。小透悄悄离开了别墅，但心里感觉很复杂。每次丈夫一出现，钱野就冷冰冰地把他甩开。钱野跟她丈夫的关系看似坚不可摧，她很害怕将来钱野的生活里没有他，也担心自己和钱野找不到幸福。小透一个人回到东京了。夏天快结束了，小透和根二得决定这段感情的去向，和那个人分手吧。根二被女友当场甩了，喜美也切断了与根二的联系。根二瞬间失去了所有爱情。这集男主小透和妈妈的闺蜜钱野的恋情曝光了。钱野带小透偷偷去别墅见面，不料被突然回家的老公撞见。老公一气之下将小透和钱野的婚外情告诉了小透的妈妈。小透妈妈气坏了，她自己也曾因出轨被丈夫抛弃，格外痛恨任何出轨行为。更心痛的是，小透竟因钱野放弃了学业。小透一到家，妈妈就跟她摊牌，叫她专心读大学，不要因为一个已婚女人毁了前程。小透认为妈妈自己的生活都一团糟，无权干预她的选择，一气之下搬出了家，住进了根两家。小透问根二近况，根二告诉她喜美被老公赶出了家，她目前在超市工作。她多次尝试挽回喜美无果，每次都遭到她的冷漠。她感觉喜美决心与她断绝关系，但她仍不愿意放弃。小透同样不愿放弃钱野，原本她还有4年大学，但为了早日与钱野团聚，她选择了辍学并找工作。根二劝她务必三思，退学会面临社会的残酷打击。小透不顾一切，现在钱野是她最看重的。小透妈妈因为小透跑出去非常生气，这时电视台恰好安排了让小透妈妈和钱野参加同一个节目。小透妈妈抓住这个机会，在节目中揭露了钱野诱惑自己正在上大学的儿子。你以为我全然不知情吗？你这种女人真是太糟了，表面上独立，其实离男人离不开。你知道我是怎么把我儿子养大的吗？他是我唯一的自豪，但你毁了一切。钱野受到了很大的打击，她丈夫最终同意了离婚。他们终于离婚了。钱野约了小透出来，小透在路上得知钱野离婚的事情，她特别高兴，以为将来能和钱野堂堂正正的在一起。一看到钱野，小透便开始憧憬他们的未来，甚至连买多大的房子都打算好了。但钱野却告诉她，他是来道别的，他已决定去国外独自生活。小透不明白钱野为何改变初衷，他们原本约定将共同生活。小透与钱野就此别过。妈妈发短信问他是不是该回家了，小透马上察觉妈妈和钱野之间肯定出了什么事。妈妈坦言她和钱野确实有点事情发生了，但其实小透没必要知道这些。小透又气冲冲的和妈妈吵起来了，她还希望挽回钱野，但钱野已经决心离开。钱野说他们之前在一起只是因为彼此感到孤独而已，如果这么继续下去，钱野会过度依赖小透，他很不喜欢这样依人的自己，因此决定离开小透，过自己的生活。听到钱野发自肺腑的话，小透终于放下了对他的执着。在出国前，钱野答应和小透共度美好一天，那一天成了小透一生中最难忘的回忆。之后两人就再没见过面。小透跟根二说了他们分手的事，根二还不想放弃喜美，想挽回喜美，他打算在喜美工作的超市找份工。他刚说完，喜美突然出现叫住他，他兴奋地跑过去，却挨了喜美一个耳光。这是你对已婚女性动手的报应，你明白自己做了什么吗？你一个大学生竟然对年长女性动手，你这张脸说要珍惜我，谁能不心动？别再勾起大妈的心思了，你现在能搞定什么大事？你真能担当得起一个40多岁女人的生活吗？记得以后别再勾搭已婚女性了，还没长大的小伙子。我受够了像你这样的大妈，我绝不再去勾搭有妇之夫，也不再谈那种会伤人的恋情了。我发誓，这一定是喜美子温暖的告别。为了让根二死心，他展示了最后的温柔，根二也接受了他的好意，两人最终还是分手了。到此为止，两个爱着已婚女人的兄弟都被甩了，两对不伦情侣也都结束了。其实他们不知道的是钱野让喜美子和根二结束的。钱野认为小透和根二太年轻了，虽然现在他们重视钱野和喜美，
但未来会出现更多优秀的女性，也许不如分道扬镳，做她们最美的回忆。后来小透重新回到学校读大学，根二毕业后开始积极找工作，他们决定成为更强的男人，让曾经甩掉他们的女人感到遗憾。8年后，根二已经拥有了一个幸福的3个孩子的家庭，小透也顺利成为了一名合格医生。至于是否再见钱也已不再重要，他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能靠自己的力量站稳脚跟的大人了。